字儿少事大。中国宣布，3D 打印件已经批量应用于新一代战机，美国有点着急了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据财联社报道，在航空工业沈飞工艺研究所，罗阳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在运用最新的3D 打印设备，生产应用于新一代战机的零部件。中国的3D 打印技术在飞机上的应用已经达到了规模化、工程化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。在前一段首飞的新型号上，3D 打印件已经批量装机。中国建成的新电子束成型设备真空室将超过美国，成为世界上体积最大、成型能力最强的电子束沉积生产设备。中国从研制歼15战斗机开始，就尝试使用3D 打印技术。这项技术对战斗机的机体强化和减重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从而使歼15战机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款应用了3D 打印技术的战斗机。歼15的结构重量从国际同类战机的 28% 降到了 26.8%， 其结构重量比类似的俄罗斯苏33舰载机降低了360公斤之多。从航空工业的消息来看，中国新研制的 FC-31舰载机上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实现了规模化和工程化，也就是达到了能够批量使用的程度。这也意味着 3D 打印技术成为了战斗机部件制造的最重要的新手段之一。而这种新技术的应用，其收益也是巨大的。首先，它可以实现极限减重。战斗机的减重的重要性超过了同等重量的黄金。歼15减重360公斤，从全寿命费用的角度来看，可以节省上亿的费用。以美国的 F-35战斗机为例，这款战机长 15.7 米，翼展 13.11 米，机高 4.54 米，空重高达 15.66 吨，最大起飞重量 31.5 吨。中国的 FC-31比美国的 F-35要大一圈，而其 2.0 版本的空重只有 12.8 吨，这意味着它的舰载版的空重大约在 14.08 吨左右，要比小一号的 F-35轻1吨半以上。其次，这项新的工艺技术有助于增加机体的寿命。使用 3D 打印的部件可以大幅度的减少连接件，战斗机的强度增加，机体寿命呢也会同步上升。采用金属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来的中央翼圆条，其研制时间仅1个月左右，而其结构强度达到甚至超过了锻件的使用标准，这的确是非常夸张的进步。第三，这项技术有利于降低战斗机的生产成本，加速批量生产的速度。3D 打印技术无需机械加工或任何模具，就能够直接从计算机图形数据中生成任何形状的零件，从而极大地缩短产品的研制周期，提高生产率和降低生产成本。3D 打印技术可以避免有些材料在加工环节中的浪费，比如像钛合金、镍基高温合金等难加工的金属材料。传统的制造方法对材料的使用率一般不会大于 10%， 甚至呢仅为 2% 至 5%。 浪费也就意味着加工的程序复杂，生产的周期比较长，所以一体化结构能够有效地降低制造工艺成本。未来呢还可以实现战机的更快量产。可以这么讲， FC-31战机在研制过程中的速度创造了世界纪录，与大量使用 3D 打印技术有关。据报道，中国 C919 飞机驾驶舱玻璃窗的框架打印呢需要55天，而欧洲生产同样的东西，从设计到工艺准备到具体加工，大约需要2年的时间，光是开个模具就要花费200万美元。最近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歼16、歼20的列装数量感到非常吃惊。虽然他们猜的可能不准确，但是也能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国在战斗机制造领域的领先优势。3D 打印技术能够让战斗机变得更轻，造得更快，结构强度更大，寿命更长，还更便宜。当然，这不是说传统的战斗机制造工艺已经落后了，
而是两者可以形成互补，极大的提升中国军机的研发生产效率。FZ31舰载机正在试飞，从其大量使用 3D 打印技术的情况就能看出来，其关键性能将会非常优异。一旦该机进入量产，其装备速度估计又会让西方人惊掉下巴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